好，那国民党现在党主席选举啊，竞争还蛮激烈的。不过当然有选举就会有竞争了哈。胡志强跟钟东锦说挺郝龙斌哈。那胡志强呢，因为他们当市长的时候就很熟嘛，这个台北市啊、台中市啊，而且他们胡志强跟郝龙斌都同时做过吴敦义的副主席，那个时候。那钟东锦呢，苗栗县长因为他们这种就很讲义气。比如说我选副总统的时候，钟东锦公开跳出来支持我，为什么？因为他选县的时候我们支持他，他选我就支持他，所以他说你支持我，我支持你这个所以呢，胡志强跟钟东锦有挺郝龙斌了那另外呢，郑丽文说国民党选党主席不应该听人头大户的指挥那郝龙斌说不要为了选举给党贴标签了那有没有人头？什么叫人头大户我跟他解释一下，我以前也不懂就地方的这些地方的，比如议长啦、县长啦，因为他们经常会有一些作为党员他们手上有一些党员，可是不太一样他这个党员不是说我把党证都，我本来以为说你把党证1000个党证给我，我帮你交党费，然后选举我自己拿去盖，他不是的，党证还在党员身上，所以呢，就算我帮你交了党费，投票的时候呢，这个党员要怎么投你也管不住，你只能劝说拜托投谁，但是他听不听你的不一定了当然举个例子，王金平可能会生气了王金平跟马英九在进党选的时候，地方派系、地方头头都是王金平的人但投下来马英九拿了80%选票王金平只有2%选票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就算是支持王金平的地方的这些头地方的有意见领袖，他也不能够影响他党员投谁其实国民党是很不一样的，他这个党员还是自主性很高的啦那郝龙斌坦言，因为他起步很晚嘛，所以状况不好，在苦战那另外呢，说有人说他口才不够好啦，战斗力不够强啦那郝龙斌说，领导力跟执行力才是重点，因为你当个党主席，你不是当个立委去那边打仗，每天跟人家打仗他不是的，他必须要协调，要整合而且跟地方这些县市长地方的山头也要沟通。否则你令不出中央党部的，你当了党主席，谁听你的谁也不听你的，你自己玩你自己的吧。而且每年还要去募款1、2亿，那么好募款募款是很难募的。你等于是你要找10个人，找10个人，每一个月这10个人都要捐你1000万，你才有可能1年有1亿那因为朱立伦跟我讲，他说这是光反罢免他花了3亿我说怎么花3亿呢？你们被罢免是花了3亿我怎么花？他说31个被罢免国民党立委每一个人做3次民调就差不多100次民调嘛，他要花多少钱？他叫我猜，我说1500万，他就是1500万，因为一个民调我们知道做一个民调成本大概是这个12万了，那外面会报你20万了，但你知道一点利润嘛？那你因为大批做15万嘛，也就算是成本价了，你做了30个月，每个人做3次。就是1500万了，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所以光一个大罢免，他说就花了3亿，不要说一般的选举所以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呢，你一个党主席，你必须要调和鼎鼐，而且呢，你还有募款的能力然后呢，你还能够呢这个协调统合，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一个人那么我会骂会单打独斗，我想想我都担心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郝龙斌今天2天去跟韩国瑜、卢秀燕都见面了啦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给他加油鼓励韩国瑜呢跟他分享怎么样接地气本来王金平时候是立法院长可以选党主席，韩国瑜不是也可以选吗？现在不行，因为立法院的法律现在改了，党主席不能选，这个院长不能选党主席那很多人讲你改法律就是什么，立法院就立法不能改，难看嘛，所以韩国瑜大家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了那大家都去尊卢秀燕，因为卢秀燕现在是2028国民党看起来。这个声势最好众望所归嘛但是郝龙斌呢，等于是先约到卢秀燕，而且跟他去吃一个小吃了那郑丽文也说，卢秀燕是我的好姐妹，事实上也是，他党里面这些人大家都是朋友，平常都处的都很好嘛那2028年韩国瑜跟卢秀燕会不会争这个总统的这个提名？郝龙斌说，如果没有别人，那就一个嘛。如果有别人，就民主机制就是这样就是建立民主机制来产生嘛那这个说郝龙斌现在挺柯文哲，被质疑说，你很难自圆其说，你原先不是不支持这个柯文哲吗？郝龙斌说，私人恩怨已经翻页了
这一点实在是这个国成也在这边。最早骂郝龙斌是柯文哲选举讲到5大弊案，你记得吗？是柯文哲先骂郝龙斌的。那柯文哲发生事情以后，各媒体都争相邀请郝龙斌，我也邀请郝龙斌啊。那不是对柯文哲什么，而是媒体嘛，你就是新闻嘛。郝龙斌通通婉拒。郝龙斌说这个时候我不要落井下石。郝龙斌这点是，如果一般人是高兴的这报出来，郝龙斌通通婉拒。我不知道暐瀚有没有邀请他，我们战青也邀请他，我的上线也邀请他，我广播他都不要，他就说这个时候我不宜发表。所以这一点其实郝龙斌还算是很厚道了那到底呢？现在这些候选人，我这样说，我若是候选人，我忙死了。中视中天要办4场，国民党说要办6场。要求国民党原来说办2场，一场政见，一场辩论，所以现在呢说可能要办6场，一共才20几天，那这个候选人每天就在各地去演讲就好了。你还要拜票啊，你还要拜会啊，你还要去跟人家这个参加各种党员的会议啊，光参加这个就是要命了。所以呢，他们说要协调，明天要协调，我们看一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私相授党主席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宫廷文化根本早就已经不存在。重申党员投票是自主行为，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前一天郑丽文登高一呼，奉劝党内别受人头大户指挥。我们不是选立法委员，也不是在媒体上骂民进党的一个名嘴，我常常要问，当这个做完，大家听了很爽以后，然后呢？只是如今就传出，在党庄延长党员缴费期间到9月10号之前，有南部地区的党员大户一次补缴超过8000人，近3年的党费，估算让党库一口气进补超过800万元，而这些人通通都有投票权。其实人头党员真的是一个国民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啊。如果当党主席一定会全力的来去调整我们的制度结构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头党员的这个结构影响我们国民党的发展。决战摇摆州，国民党主席候选人罗志祥这回来到立委严宽恒服务处办党员座谈会，把钢筋。昨天的4场座谈会就是我立法院4位好兄弟帮我办的包括严宽恒、廖伟翔，然后包括罗廷伟包括黄建豪，大家都说是卢妈3子嘛。对我来说，这些兄弟姐妹的相挺有特殊的情感跟意义。罗志祥大打台中基层牌，更感谢卢妈3子友情相挺，锁定卢秀燕本命区，只可惜被台风搅局。原定22号跟卢妈妈的饭局被迫延期，让郝龙斌独占鳌头。隔一天，郝龙斌还找来前台中市长胡志强相挺，连续打出大咖牌，不让对手专美于前。郑丽文也赴台中拜会严清标、严宽恒，更不忘强调自己也是卢妈妈的好闺蜜，不约而同抢进卢秀燕的本命区。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至于政见发表会，党中央表示依照惯例先询问意愿，再来做决定。来，文俊伟。听起来那个辩论会还有国民党要办的这样子，真的是太多场了。因为他们应该也要让更多的党员，刚刚也提到，其实很多在一般的民调上面，大家可能他的支持度并不见得他是有投票权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所有意愿要参选的这些候选人，其实应该要多拜会党员，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可以做什么样的事。那我们最近其实，在基层上面，大家当然可能也对国民党主席的这个选举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不过因为在大罢免刚结束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说党内互相的攻击不要太多。那因为像刚刚提到的那个人头大户，过去是因为像不管是在党内的事务上面需要一些党员的票源，那另外过去可能在地方的选举上面，如果说要被提名那时候可能有2个选项，就是包括民调跟党员的投票可以去加计，所以在过去可能比较有人头党员的这种状况。不过现在好像也相对少了。我们只是一般大家都希望说这一次的党主席的选举不要自己内部有太多的攻击，然后希望大家当然可能各有不同的看法。黄复兴的票源其实在过去其实是蛮稳定蛮大的一个部分，那大家在
这些部分也都在积极争取。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其实现在大家台面上大家都非常大家都必须要去拜访每一位，然后也希望获得这样的支持不过就是在大家的诉求上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打赢2026跟2028这样子的选战，必须要提出具体的做法跟有效的一个方向。好，那么对了，就是说基本上党主席呢没有人选也很麻烦，那是没有人选了，那太多人选，英雄豪杰尽出，我认为也不错，但是基本上呢，到底是一个党里面的选举了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提出建议、提出政见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如果是发动网军啊什么搞这些就不好了哈。那我特别讲一下，因为那个花莲市长哈。这个魏佳燕刚刚传一个资料给我啊，他说花莲这次这个台风光复乡堰塞湖第一波洪峰下来，整个光复乡都淹水。他传了一些，我给大家看一下哦，很惨的哦，这个汽车、巴士啊都淹在水里面哦。那甚至呢，有些这个车子、汽车都被冲走了哈，所以蛮惨的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关心一下，不要因为在上次台南市也是这样，台南市很多地方大家都不在意啊。后来他这个我请 TBS 他们的记者去后壁啊，这个七股啊、白河那边拍那个惨状，大家才注意因为现在媒体拍不到，大家就好像没事一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国民党那个莱尔校长那个影片蛮红的了哈。年轻人就当赖清德面说啊，谢谢莱尔校长，所以呢，青鸟就崩溃了哈。那好吧，这网络现在在这个攻防嘛哈。那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党团处长陈培瑜说，国民党这个莱尔校长是侵权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侵这个版权了那另外呢，这个宜兰女中的学生跟赖清德合照就被出征，说赖清德在培养青鸟吗？是不是这是变成一个青鸟培育所？那这些女生说，我们只希望台湾更好，我们是跟总统合照也不需要这样来出征我们嘛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这明年呢月薪5万的就不要缴综合所得税，大概4到5成的民众受惠了那徐宇珍委员呢，国民党就说呢，这早就有了113年报税，其实就是这样当时呢就2023年，当时呢就有43.8%的。这个人是不用缴税的，户是不用缴税的那这个所得净额在500万以上的6.4万户占0.93%，这个500万元以上的6.4万户交了2079亿元的税，占这个就是说应缴税额的43.3%，等于不到1%人缴了4成的综合所得税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有钱人多缴税，因为我们是累进的我们看一下。配合古迹日，总统府重新大开放，身为主人的总统怎能缺席？你们第一个对啊，桃姐。阿玲几点就来排啊？我几点就来哇，辛苦了，因为外面很热。话家常还要送上伴手礼，民众要拍照更是来者不拒。不过却有民众是当面对总统喊出谢谢莱尔校长，事后更喜滋滋 po 网，人生成就达成。而这梗是来自国民党的这影片。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不少蓝营人士留言奏好，像是徐巧芯发文还不忘附图。不过也有民进党支持者反呛，可见台湾多自由。当事人则回应，至少我还在。直着 po 文也引发讨论，则有反罢免的民众直言，就算再不喜欢，也是国家元首。也有人回应，可以发文批评，但不该侮辱笑脸发礼物给你的人。无独有偶，南洋女中学生也因同台总统被出征。当地震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紧急应变措施？因应国家防灾日，总统赴宜兰市导，学生开心分享，没想到却有侧翼口出恶言，更涉及性别歧视。这也让其中一名 po 照的学生回击，不是看到哪个政治人物就支持，但总统对他们来说就是长辈该有的礼貌不能少。巧的是，总统 IG 出现这影片。总统府想要强调的，尽在不言中。老沈，
你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啊，是零零碎碎就一锅煮了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评论的必要。比如说这些女生跟总统合照，你就不要修理人家嘛。对啊，我也觉得。你修理人家干嘛？这些女孩子一辈子就恨你这个人，你所属的党。如果这是笑他的是国民党的话，这个国民党要提醒他，你不要做这种傻事。不是国民党人个人啦，那你不要做这种傻事啊！这些女孩子现在去告的道理也很奇怪，说就是我们爱这个国家，所以要跟总统合照，这个也是莫名其妙，对不对？你也得罪他们了，帮他们干嘛？没有啊，因为我快死了嘛，我不会再选举了。你要活很长，120岁但是呢，再讲到这个总统你就是乱讲一通啊！我还在当委员的时候。我财政方面我是很熟的，起码就有一半的人不交所得税，个人综合所得税，起码就有一半了，不是你现在才开始实行的德政，本来台湾就有一半的人，他的应税额是没有超过那个门槛，所以不缴税的，所以台湾在这个台湾人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好像这个贫富很公平啊，就1%，你常常讲这1%缴多少%的税啊？但是台湾的财富的不均衡变成两极化，是比以前更严重啊！因为有钱的人赚的钱是很厉害的，一夜之间赚好几百万、好几千万，一块都磕不到。我跟你讲，没有办法可以赚钱，看不到，尤其是现在在30岁以下的人，看不到明天啊！他外送也好，做苦工也好，做什么工都一样，他只是1个月30天能够糊口，家里不饿肚皮，谢天谢地了。他看不到明天啊！这些人跟那些非常有钱的人是两个世界，完全没有交集啊！这个永远没有钱，这个永远有钱。你如果当总统，你能不能处理一下？应该是可以的。我这个可以处理的人，就是没有福气可以当总统。你知道吗？郭成，我想刚刚看到这个莱尔校长这个问题，现在是网络是真的很夯啦。其实我去看总统府，年轻人去参观，然后给他一包乖乖，他说，那个莱尔校长谢谢你，最后一句他还谢谢，可是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哦，他认为莱尔校长他的想法不一定是讽刺，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因为现在赖总统真的有时候对自己执政是没有信心，只喜欢听他要听的话，只做他要做的事，才符合他的逻辑。这个就显现出民进党现在赖政府在执政，不管是行政院也好，不管是赖总统也好，完完全全失去自己的信心。那当然。执政呢是一定要大家来批评，那尤其莱尔校长，你话再说回来，如果你不要太斤斤计较，人家在整个网络为什么会秒杀？那你要检讨啊。那为什么你讲出来的话，要自己爬，军人不能帮忙这等等这些，你讲话就要小心，你根本没有检讨嘛，只有批评。只有反对跟你不同样的声音，这样是不好的。62万这个问题，说实在的，今年徐以真委员讲的是对啊，没有错啊。现在加起来是62万免税额，但是这算德政吗？我要跟赖总统提醒一句话：你要如何提高我们这个薪资所得要超过5万？再来缴税，缴税每一个国民都愿意缴。如果我1个月是有7万，那72万我来缴税，我很高兴啊。你为什么要设定62万？其实现在就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些根本不是德政，而是做他的大内宣作用。我觉得那个莱尔校长，当然那个年轻人对赖清德怎么样了？好，那这个我觉得。基本上绿的就尊重就好了啦，因为他不要搞双标。像我也有一次也被学生呛啊，那时候在罢免的时候，板桥高中他邀我去参加他的校庆，
然后又有一个青鸟就呛我，呛完我之后，他就在网络上面宣传他呛我，然后一堆民进党的人，然后就去跟他按赞，说哇，台湾的未来靠你的，就是有你们这些人呐，所以这个才能够制衡国民党。哇，就把这个年轻人捧跟英雄一样啊！我也是去参加校庆啊，我也是被受邀啊，我们也是尊重他啊。怎么现在换了跟民进党意见不一样的人，可能用他的方式去讽刺一下赖清德，哇，就被青鸟出征了，被骂的，真的台湾真的。我是觉得真的是不要双标啦，这样双标真的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民进党现在对于来野校长这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陈培瑜才讲一个无关痛痒去讲说来野校长到底有没有侵权啊？今天有没有侵权，到底跟那个学生用他的方式去酸赖清德有什么关系？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觉得赖清德现在的问题是他有一点点失去信心，所以他常常在一些场合就不经意的会炫耀自己，就说你看我做了多少事情很棒啊！你看我让你们这个税啊以后都不用缴，然后就过度夸大。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人民还是无感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傻逼啊，不然就是说哦让你少了什么钱。我觉得人民需要的政府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政府。实际上现在很多行业或者是年轻人遇到很多困难，我随便举好，比如说教育，像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幼教的问题、缺老师的问题。他们现在方方面面一大堆问题需要政府解决，好像都看不到政府在哪里。医疗资源现在还是很缺乏啊，护理师还是很缺啊，所以很多病房没办法开啊，很多人在急诊等病房还是没办法解决。所以人民需要的是你在记得出来，你把什么问题困难你把它解决，我觉得你就有掌声，而不是一直在讲说哦我减免了你什么，然后我又给了你什么钱。这些钱都是纳税人钱，也不是你赖清德自己掏出来的。我觉得一直讲这个东西也得不到什么，也没有办法让人家觉得你很棒啊。觉得怎么了？原之啊，王一川一直说有人跟拍他了哦，那他现在又说这个拍他的狗仔。跟黄国昌的前助理同名同姓啊，哦，他说因为呢，在这个李姓助理曾经领取过黄国昌33万的薪水，因为政治现金的申报，哦，那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名同姓啊？哦，那他说呢，黄国昌说啊，你出来供啊，到底是怎么样？哦，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啊？哦，而且黄国昌说他是含沙射影嘛，哦，所以呢懒得理他哦。那另外呢，这个王一川说。检调查出来，他被跟监有9天的时间，哦，那跟监什么人跟监王一川呢？说是凯斯国际的人，他曾经是一个民调叫求真民调，也是叫民报的最大股东，所以这个人呢跟监王一川，所以王一川说：“我抓到偷拍我的人了，这是台湾政治史最大的丑闻哦。”而且呢，说黄国昌、徐小新，你们回应，这个人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啊？那徐小新曾经在华宏贵宾室。要拍这个王一川要他来回应了哈，所以呢，王一川现在要华航来检讨，是不是以后呢要禁止徐小新进入？我再就没有徐小新哦，徐小新太可怕了哦，这样硬拍我哦，要合照哦。那民众党现在反击说王羲之，你怎么看那么多个资呢？个资可以看到宝吗？你怎么知道谁跟踪呢？我们看一下。青鸟跟踪案，王一川再开记者会，不过这一次目标锁定黄国昌。这一位李姓的助理啊，总共在工作期间啊，领了在黄国昌的这个工作团队里头啊，总共领了33万多元的薪水，是不是就是跟拍我的那4只其中那一位姓李的涉案的？单除2016年黄国昌的政治现金申报资料，王一川怀疑跟踪他的其中一名李姓狗仔，可能正是2016年帮黄国昌选立委的助理，因为2人刚好同名同姓。而根据公开资料，当时黄国昌的这位助理曾当选过时代力量的第3届党代表。公开的请教黄国昌这位李姓助理，因为他领你的薪水，你一定认识。请问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凯斯国际上班？如果这一位黄国昌的前助理现在在进行跟拍的动作，那黄国昌你就很难说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在那边含沙射影，一天到晚在秀下限，讲一些蠢话，我就直接回答，我根本懒得理他。不过王一川不死心，黄国昌先生，
你有没有跟凯斯国际相关人等讨论相关的案情？王一川一直在秀下限，莫名其妙，我根本懒得理他。对黄国昌来说，这就是他的最好回应。郭成庸，我是觉得这样啦，王一川当然，因为他做这些事，我个人的看法，他有3个步骤了。第一个，他不是去告人吗？司法不起诉啊，就来政治操作。那政治操作再没有用，就什么都是阿公啊阴谋嘛。所以他们的步骤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了哈，卖快点欧亚的亏钱。我说实在。谁跟踪你，你就把他抓出来。你告也去告了，那结果你知道吗？含沙射影，告诉人家什么徐小新还黄国昌。我们黄国昌总召已经讲了，这种事情我才懒得理他。你可想而知，到底是怎么样？你不能用猜测的，因为你要指使别人，你不能用猜测的方式。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了哈。他就会这样嘛。他在当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不是告诉我们吗？小草跟他们青鸟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我们小草在哪边，多少人，他可以估计出来，他可以有追踪。他们青鸟怎么样？但是我跟你讲，在立法院，我在交通委员会，我正式检举 NCC， 还有王宏威也检举，到现在。1年多的也没有调查，奇怪啦！你就是很喜欢呐，用这种政治性的东西，所以我坦白讲，我们回来再问一下王一川委员，请问一下黄国昌追踪你干什么？徐小新追踪你干什么？这个是一个用卡塔乌的形容的怎样？为什么你会变成王羲之？所以我跟你讲，你就。看到欧亚的亏欠，不要这样啊！那伟汉到底怎样？因为王一川他是当事人，他觉得他被跟，因为他有2次闯红灯的照片被徐小新公布了，大家前情可能又搞不太清楚，所以他讲你为什么知道？我闯红灯，而且那个照片从桃园一直到台北，所以呢，他就去告了这件事情。刚刚国成哥已经讲了。有4个人，后来检方查了，真的有4个人跟了他9天，所以事情我们要讲清楚。王一川有没有被跟？有，被4个人跟了整整9天，这并不寻常。好，那因为他说这4个人他是凯斯国际里面的员工，那又不是说某某媒体，比如说如果是某一个周刊，他讲你是公众人物，你是立委说要跟你，这合理，所以跟那个9天看看拍到什么东西嘛。他说你们又不是媒体的记者，也不是真的狗仔，可是就是狗仔的事情，他觉得在对我征信，然后他又发现就这4个人同名同姓啊，其中有对，好像是以前是黄国昌的助理还是什么，我是觉得啦冤有头债有主。一件事情来。第一个，立法委员被跟，这是事实，所以被跟的过程当中，现在你去告了以后，检察官他判的是不起诉，这一点你必须要就是接受这个事情，要不然你就再去告这4个人，分别其他的这个就是法律再去告他们。第二个就是你认为你被拍了以后，其实有一个东西，民报是很无辜的，因为民报讲说，我们早就已经你提到的那一位就是张敬源，早就已经不是。早就2023年就已经不是民报的经营者了，你怎么会呈到民报来？而且那4个人也不是民报的记者，反正他王一川指控那个对象已经不是了。但我是觉得啦，因为他是被拍的人，他可能觉得说，我今天为什么要被4个人跟9天？如果观众朋友被跟9天，当然也会觉得奇怪。但你要去找到这4个人，而不是说还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直接说是黄国昌或者是徐小新派去的，这个连结就跳了一截。这重点在这里。廖亮君。当然，这个王一川其实他今天也有再一次讲到有关起诉书里面这4位跟拍他的记者，跟拍他的。不确定他是不是记者，因为声称说这个凯斯国际自己也有登记媒体业，但是这家媒体大家有听过嘛？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网络报道嘛？那所以到底说这4个人他背后到底是受谁的指使？为什么凯斯国际会要求这4名人员来去跟王一川跟了9天？我想这个应该是要好好来去做调查。那当然，你说媒体对公众人物相关如果有公益性，用第4权的部分来去做这个拍摄等等的，那这个在法律上面当然大家各有见解。
配认为民众有知的权利。可是问题是，如果他背后的这些资源跟资金是相当可疑，或者是刻意要来针对特定阵营的人士或特定政治人物来进行骚扰、跟拍、尾随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而且过去其实为什么今天王一川特别要讲说，是不是跟黄国昌有关？因为其中这4名这个疑似记者的人员里面有其中一位，我过去曾经担任过黄国昌选立委的时候的志工，然后后来在汐止的赖嘉伦时代力量推赖嘉伦之后，这一名人员也当过当时赖嘉伦竞选团队的志工。那所以大家就猜测说，这个人看起来跟黄国昌的办公室感觉好像非常的紧密，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我认为想提出这样子的质疑，那当然黄国昌委员他可以做正面的回应啦。那当然他如果要问 A 答 B， 那这也是他的选择。但是王一川作为被跟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想厘清事实，这也是他的责任跟选择。休息一下就完了。好，今天上午柯文哲出庭了，因为柯文哲说他屁股啦、臀部说感染了这个有细菌了所以呢就被记者逼着说你屁股还好吗？柯文哲就没有回应了那说记者说看他走路有点不自然，你叫柯文哲怎么回应？我这边很痛，我这边很痛，就不能回应嘛那说走路有点不自然了那柯文哲就批说这一年很痛苦，柯文哲就说烂述了说这一年过得很痛苦，当然痛苦嘛，怎么会舒服呢那他说我当医生的时候呢，躺30秒就睡着了，因为太忙了嘛。说现在彻夜难眠，没事啊，每天关那个地方实话真的是这样子了一定是。你如果关那个地方，每天是不是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出去大家都要面壁，这很辛苦了很痛苦的所以他现在彻夜难眠那另外呢，这个李文娟被找去作证，检察官问他30次问题，他都拒绝答复。是可以拒绝答复的因为不自证己罪的。我这人我不讲嘛。事实上，检察官传你的时候都会讲说，你也可以拒绝答复，是法律上给他的权利了然后呢，他起诉说检调问案很凶他说呢，只能用猜的，意思是说可能要猜他到底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了那柯文哲太太陈佩琪说呢，柯文哲在台北看守所的生活，吃饭就像猫狗被喂厨余一样，就是饭菜不好吃了，老沈也关过，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坏。不，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整体都要改善，不是只为柯文哲一个，整体都要改善那清晨3点查勤因为清晨就问他，那个他们检察官那边是说，因为他那个信号有问题，所以要去中华电信去查查到底是信号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们觉得信号有断所以呢，现在变成6点说很难睡了陈佩琪抱怨说，柯文哲现在感冒了，又有带状疱疹，身体受不了，带状疱疹很不舒服的那另外呢，陈佩琪说他凌晨就被查行踪，高检署说电子脚镣4度发出警告那律师说你这样发出警告就要查，也没有特权等等那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现在关的地方就一个厕所嘛？柯文哲不是说有时候都睡在厕所旁边，说是不是因为那个马桶不干净，所以染上 HPV 啦？民进党议员呛说是转移焦点啦，这样讲是为了转移焦点啦那12天有4次他那个电子脚环的讯号这个警告，柯文哲现在呢更换电子脚环，那无言大叹一口气，换就换吧。我们看一下。一下车，小草们大喊加油。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再度来到台北地院开庭，但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这回面对提问没有多做回应，直接上楼进到法庭内。但会被这样问，就是因为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在脸书上说，柯文哲在看守所内是因为舍房内的马桶不干净导致感染。不过交保后除了身体状况，陈佩琪也说电子脚镣常在清晨出现断讯，导致监控中心打电话把他们吵醒。科技监控中心的这个了解跟厂商的这个讨论，发现连线上是出了状况的，所以已经请厂商跟监控中心在今天下午3点要来换一个新的。至于这回金华城案开庭传唤李文宗、李文娟以及端木正交互诘问，要厘清政治现金相关的金流。李文娟面对检察官诘问，大多拒绝回答，甚至情绪激动，当庭落泪。你们当初在调查局
在地检署检察官问我的时候，你们的态度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不断的逼我，不断的威吓我，不断的对我吼。金华城案延烧1年多，法庭内外都受到关注。来，亮君。我觉得当然这个柯文哲在过去这1年来当然其实检调针对整个金华城案件其实大概也慢慢抽丝剥茧那我想当然柯文哲到底整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我想在北署里面这个到底有没有受到相关比较好的处置？那如果说真的在整个狱中的状况不好的话，其实那也应该是整体的狱所要来去做环境的改善啦那当然也希望说柯文哲整个身体状况健康都还是比较好。那但是还是回归到说整个案情到底是接下来会怎么发展？那反正接下来也进到最后的司法审判程序。那我想大家还是要尊重，让司法有一个完整清净的空间不要再用这样子其他的方式来试图去影响了。那当然，整个寓所的环境要改善，可以改善，可是问题是这跟案情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分开来。那大家好好的来去看说，那接下来柯文哲在这个案情里面涉及到的案件有没有涉及到图利？我想这也是柯文哲以及民众党自己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回汉，因为电子监控它有2种状况，它会发出警告讯号，一个是离线的警告，一个是低电量警告。那它这段期间有4次通知，有一次是半夜3点。那陈佩琪当然抱怨半夜3点不用睡觉吗？好，可是问题是它就是出现了，按照 SOP， 它有离线的警告。它讯号不好，今天下午说去换那个电子监控了，所以可能有人误解就是故意要精神这个就是压力爆没杀掉卡点给你岔开，不是，因为那时候出现离线警告了。那所以电子设备，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它是一个瑕疵品，或者是说真的会常常莫名其妙断线的话，它确实是要检讨，因为现在台湾带电子监控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被侦查人越来越多。那你不能说他的生活上他愿意配合，那你又打乱他的生活。如果他自己忘记充电，那你自己要检讨。如果是设备出现问题，可能一个转角怎么样，水泥钢筋的房子它就会没有的话，那你造成当事人的困扰，晚上睡不好，这确实是一种压力老师，我觉得如果是因为电子那个角有问题，2、3点要去吵醒人家，是非常的不应该。我觉得柯文哲还太客气了，应该来乱的先讲，你插下来了，等你来乱不过我一直在讲，你们都笑不出来，你们好优雅。我告诉你柯文哲是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全台湾目前最可怜、最可悲、最孤独、最有心里头话，连老婆都不能真心告诉他的一个人。你们都被他骗了，他硬撑在那边，觉得意气风发，个就勇气，个就 resilient， 错了。他是最可怜的人不过我们回到讲那个屁股的伤了，我觉得陈佩琪是小儿科医生你不能没有检查，那个很快就出来，1、2天就出来，就讲是 HPV virus。HPV 是 Human Papilloma Virus 是人类乳头突状的病毒那个是跟性行为有关的病毒就是子宫颈癌的病毒。所以呢，这个现在一查就有了。那个国中、高中学生，本来女生都要打疫苗，现在连男的也打疫苗了。但是要在屁股上，因为那个疫苗而长那个疮的可能性几乎我从来没有听过。因为那个细菌或病毒啦，不是疫苗啦。不是那个不是细菌，病毒嘛？那是病毒。我告诉你，通常是子宫颈。我有一个例外，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因为他是我们台湾这个做子宫颈癌那个图片的，他这个做上千上万的，他得了类子宫颈癌的病，因为常常接触的关系。不是，得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喉咙里头。为什么？因为他戴着口罩做抹片，戴着口罩做抹片做太多了，即便戴口罩。他那个病毒飞出来以后，进去喉咙里头了，你知道？但是你说那个病毒只有在马桶上面，太多了。而柯文哲一天到晚坐在上面结果进来，有这样的例子吗？我从来没有听过。郭成，我是觉得这样的因为柯文哲、陈佩琪医师他会讲这些，当然因为我们沈大佬也是医师，但他们2位也都是医师。那我在想，这个还好啦，因为屁股这些当然是细菌感染
那因为看守所跟整个这个，我也去参观，我也去考察过，确确实实一进去，臭味冲天。那一样睡的、坐的、尿的，通通在一个地方。那它是2人房，确确实实这个卫生环境，哎呀，这个夏天里面真的，那这个是不是只有柯文哲的问题？不是，这是监狱的问题。还有一点，我也曾经提出来，我说看守所是关未定罪之看守人，所以我们台湾的法律就是无罪推论之原则啊，不要因为他是柯文哲，不要因为他是别人，那他就有特殊待遇。但是那个环境，看守所的环境真的恶劣到极点呐、所以这些有没有可能去得到这些细菌的感染？有可能。那我还是要这样了哈，电子脚镣这个问题，真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有2方面，那第一个，你现在换掉以后，看看还会不会这样？也有人在阴谋论啊，一折磨，二检察官准备用这种东西说哦，他有4次的警卫，有准备要逃跑，所以这些我不希望检察官还是用这种方式去硬凹啦，这样不好。还有因为现在大家讲的是人权的问题啦，应该是跟案情没有什么关系啦。就是说，他现在无罪推定的话，他现在应该还是没有定罪，但是在一个无罪之身，要不要受到这样的一个人权的侵害？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我知道民众党好像有提一个刑事诉讼法嘛，就是针对羁押的修正案、羁押要件，就是说，好像现在也不能说。只要有什么串供之余，用之余，然后就直接用押，要事实啦，不然的话，这个可能真的会让很多人权被侵害。马伟。柯文哲的这个案子，其实在司法上已经是政治性非常强的。不过，就狱政的部分，也因为它的高知名度，然后凸显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善的。那我们还是希望，刚刚提到的，他已经被关押了很久，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不合常理，然后环境也不好，我觉得这都可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就基本人权还是要顾啊，所以立法院可以提案嘛。对啊，行政院对于这个监所的环境应该改善，可以提案嘛。以前大家不知道。其实郑主任被关了很多，都知道啊。我只是好奇，他们关出来以后都不管这件事情。对了，我们参观以后，对他们议政的这种预算的那个，我们会支持。我请话你讲啦 ，HPV virus